第21章都是因为问题出在男方身上。你想要个孩子，可结婚6年了一直没有。韩新慧点头。魏绵继续道：你们夫妻俩去医院检查，你老公身体正常，但你的身体显示有问题，我说的对吗？韩新慧眼眶红了红，狠狠点头。你吃了不少药，用了各种办法，就是想怀上个孩子，但总是不能如愿。这时候，韩新慧的眼泪落了下来，她死死捂住自己的嘴，再次点头，心中满是对老公的愧疚。魏绵叹了口气：我算出的东西可能你不太愿意相信，所以我只给你个提醒，换家医院去检查，并且在拿到检查结果之前，不要通知任何人。魏绵在他不解的视线里再次重复：是任何人。听说魏绵让他换家医院，韩新慧心里忽然有了重不好的猜测，只是这个想法才一冒头，她就死死按了回去。怎么会呢？那么善良慈善的婆婆，温柔体贴的老公，不会的，一定不会的。魏绵将自己的电话留给他，就下山去了。另一边，石头镇的曹小红亲自带着东西往市里去了一趟，和他二哥二嫂将情况一说，曹二哥立即拍着胸脯将这事揽了过去。交给我你就放心吧，我保证把这小子家祖宗8代都给你打听出来。咱们春桃嫁人可得挑个好的。曹二嫂一脸埋怨地看着曹小红，你说你也是，这么点小事还拎着东西过来，也太不把我们当自己家人了。都是你亲哥亲嫂子，什么事打个电话就完了，嫂子保管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。曹小红赶紧解释，不是我跟你们客气，打听这事儿你们也得托关系，可不兴为了我的事儿让你们破费。我又不是3岁小孩，哪那么不懂事儿？他可不傻，虽然是亲兄妹，早就各自成了家，有些礼数还是得讲究。两边人你推我让，客气了一番，曹小红在自家二哥这吃了顿饭就回去了。没出2天，曹二哥就将电话打过来了。不行，赶紧把这门亲事给推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咱们春桃这么好的姑娘，要是真嫁到那么户人家，就是跳进火坑里了。曹小红心里一咯噔，怎么说？曹二哥将自己打听到的消息一五一十和妹妹说了，他可是半点都没夸大，外人听了都觉得气愤，何况是曹婶子这个亲妈。那小子家兄弟姐妹4个，他排行老3，上面一哥一姐，下面还有个弟弟。要说这兄弟姐妹多也没什么，可他家哥们几个处得跟仇人似的，见天的互相使绊子。具体因为什么没打听着，只听说兄弟之间关系很差。这小子以前谈过好几个对象，后来跟他们公司秘书搞一起去了，没多久那姑娘就怀孕了。人家父母闹上门来，2人才结了婚，但是只领了证没办酒席，孩子还没满3岁，这小子在外面又找了个女的，让媳妇娘家人碰了个正着。那秘书扔下儿子就跟他离婚了，后来这孩子他一直让人帮着养在乡下，到现在都5岁了。这事儿他们单位没几个人知道，因为这小子之前根本不在这边的分厂，后来还是在那边影响太不好才将人调过来的。而且这小子还赌钱，他爹妈给买的婚房就是让他输没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小红，咱家春桃就是不嫁人，也不能嫁给这么个玩意儿。女怕嫁错郎，这要是真嫁过去了，咱春桃可就毁了。曹小红握着电话，心里不住的庆幸。幸亏他听了魏绵的提醒，找人先打听了一下，不然真将闺女嫁给这样的人渣，他怕是毁得要上吊。可得好好谢谢那孩子。11假期很快就过去了，魏绵还没什么感觉，又到了开学的日子。这回的开学跟之前可不一样了，需要正式上课。他之前主要是基础太差，文科跟理科最不一样的就是很多东西需要靠自己理解和背诵，看过书记下来，理解透彻，基本就差不多了。一些太专业的地方自然有教授讲，只不过英语仍旧是魏绵最头疼的学科。这门学科选择题比较多，他可以通过扔铜钱的方式补算答案，但这样最多也就能做出卷子的50%，剩余大部分仍旧要写。所以魏绵最近这段时间整日都泡在图书馆恶补英语。
另一边的韩新慧在经过2天的思想斗争后，选择相信魏绵一次。他之前在北山公园见过这小姑娘给人算命，算未来的事情他不知道准不准，但是凭借那些人的反应，最起码算过去的事情都很准，所以韩新慧愿意相信一次。再说他都检查过那么多次身体了，也不差这一回。当天韩新慧若无其事地回到家，晚上就和公司请了假。想起魏绵说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，韩新慧和婆婆说要去林氏出差2天。韩新慧是干广告设计的，偶尔也要出差，所以2人一点都没怀疑。于是她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，被老公送到高铁站，乘坐高铁到了林氏。韩新慧昨晚从黄牛手中购买了林氏最权威的国际医院妇产科专家号。在经过一番检查后，她在当天下午拿到了检查报告。韩新慧原本抱着些不切实际的期盼，可真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，她的心瞬间凉了，直接戳破了那些她自以为的和睦。这份报告和她之前检查的几乎没有几个地方的数值是相同的。她的子宫根本没有囊肿，排卵也是正常的，输卵管正常，只有极轻微的妇科疾病，并不会对怀孕造成任何影响。韩新慧哆哆嗦嗦地从包里拿出之前的检查报告给那专家看，专家只是翻了几页，就告诉他这绝对不是他的报告，即使上面的名字、性别、年龄都是一样的，这也是其他人的报告上打上了他的名字。因为很多数值是极为平稳的，不可能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，何况是一份间隔仅仅1个礼拜的检查报告。她原本怎么都想不明白婆婆和丈夫这样做的原因，可那专家在得知这些年以来给韩新慧看病的一直是婆婆的旧友后，说的一句话让她猛然惊醒：一般这样的都是因为问题出在男方身上。第22章我要跟你离婚。韩新慧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清平市的。打从她拿到那份检查报告就浑浑噩噩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想想这些年她为了求子吃下的药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偏方，就不说那些堪比苦胆的药栀子了，自己因为药物反应大把脱落的头发，还有这怎么也减不下去的体重，她所受到的闲言碎语，她身体的变化，她的小心翼翼，竟然都是一场笑话。韩新慧现在并不想回家，她在咖啡店坐了整整1下午，情绪才渐渐平复下来。平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约魏绵见面。大师，我现在还觉得有些不可置信，事实真的像我想的那样吗？韩新慧说不清这会儿是什么感觉，事情太出乎她预料了。魏绵尝了一口咖啡，味道有点奇怪，但也不是接受不了。有没有你老公的照片或者八字？韩新慧不知道她老公的出生时辰，不过照片她有，于是掏出手机。她微信头像就是前几天我给拍的。说着，将手机点开递过来。魏绵看着屏幕上的男人，子女宫干涸发黑。这样的情况下，用脚趾甲也能想到，问题出现在男人身上了。魏绵将手机推回去，她这辈子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。韩新慧有些迟疑。现在医学手段这么发达，要是找专家，魏绵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有些不理解他这么问的意义，却还是说道：他命里无子女，强求没用。听到这话，韩新慧才重重呼出一口气，那我就知道怎么办了。2人分开后，韩新慧先回了父母家，告诉他们自己要离婚的消息。韩母一听说女儿要离婚，当时眼眶就红了。怎么了？他们家是不是嫌弃你不能生孩子？欣欣，要不妈妈陪你去京市大医院看看，咱们肯定有办法的。韩新慧听到这话，眼泪却掉了下来。她一边掉泪一边笑：妈，你知道吗？原来我和赵汉生没孩子，根本不是我的问题。他们家买通了医生，造了假的检查报告。要不是我换了医院检查，还不知道他们要瞒到什么时候。韩母一开始还不太相信。可韩新慧从包里掏出自己的检查结果，她怕一家医院可能会出现不准的情况，还找了另一家公立医院，相同的检查又做了1次，2次的检查结果一模一样。天杀的赵家母子，
居然这样坑害我闺女！这些年咱们娘俩脊梁骨都快被人戳烂了。韩母气得站在院子里大骂。他本就是个要强的人，几次赵汉生他妈主动挑衅都没还嘴。他总觉得自己在赵家人面前矮一头，因此这些事上都愿意退一步。春天，赵汉生话里话外要换车，说起谁家是岳家给买的车，说白了想让两人给拿钱。后来他们老两口掏了30万出来给他买的车。他们做这些图的是什么？还不是因为女儿不能生，想让赵家对他稍微好一些。可现在欣欣告诉他，这些都是赵家人自导自演，甚至欣欣的检查报告都是他们家找人做的。韩母觉得自己都要气炸了。去，给你大表哥打电话，让他把人都给我叫上，我要到老赵家去问问，他们凭什么这么对我闺女。韩母说着，从墙边拎起块板砖就往外走。韩新慧看见这一幕吓了一跳，赶忙上前将人拦住。妈，你先别冲动，这事儿暂时用不上表哥们，我先自己处理，我要是处理不好，到时候再给你们打电话。韩新慧好说歹说，韩母总算是同意先让他自己去和赵家谈。如果谈的结果不能让人满意，韩母再领着外甥们过去和女婿谈。韩新慧和赵汉生结婚6年，现在住的房子首付是婆家付的，之后一直是两人用自己的住房公积金还，如今还剩一半的房贷没还完。韩新慧学过画画，偶尔在网上接一些插画的单子。她不爱买衣服包包，社交也少，最大的花销就是吃药了。每个月包括工资和副业的总收入至少有2万块，而赵汉生每个月的工资只有8000块，这些钱还不够他自己花，往家里交那是怎么都不可能的。结婚6年，家里的存款有70万，几乎全部来自韩新慧。至于家里的房子，韩新慧并不打算做得太过分，她只要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就可以了。她直接去了律师事务所，找了个靠谱的离婚律师，按照律师的要求，将2次的检查结果都做了公证，又拟定了一份离婚协议书之后，才回了家。这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，她刚打开家门，就听见婆婆的声音，睡觉时候还偷偷笑呢，也不知道梦见什么了，那么开心。哎，要不是你媳妇不能生，我也早该抱上大孙子了。韩新慧冷笑一声，她婆婆可真是给自己催的一手好眠，这是得做了多少次心理暗示，才能随口说出媳妇不能生的。经过了大半天的心理建设，她本以为自己已经可以控制住脾气，可见到这母子俩若无其事说她身体有毛病的样子，她那股愤慨瞬间冲上了头。她啪的一声将离婚协议拍在桌上，吓了那正在说话的母子一跳。韩新慧从不会在家摔大东西，更不用说发脾气了。赵母蹙起眉头，却还是放软了声音说道：“有什么事咱们好好说就是了，怎么还学着邻家的媳妇摔上东西了？”韩新慧想，她要是能跟隔壁邻家的媳妇一样就好了。不过现在也不是争论这些的时候，争论也没什么必要。她将文件往赵汉生的方向推了推：“赵汉生，我要跟你离婚，这是离婚协议，你赶紧签了吧。”白纸黑字的离婚协议书就那么在桌子上放着，明明挺正常的，可赵汉生看在眼里却觉得刺眼极了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韩新慧递过来的东西。你疯了？韩新慧不能生，即使是离婚，也应该是他提出来，怎么现在全都反过来了？想到什么，赵汉生的神情惊疑不定。第23章，信不信我能把他退休金都做没了？韩新慧将另一份文件样式的东西扔在他面前，看清上面的内容，赵汉生瞳孔一缩。他猜测的果然没错，韩新慧居然知道检查报告的事了。他吞了口唾沫，这才将离婚协议书拿起来。等他看了几行，你疯了！在极度震惊下，赵汉生好像只会说这么一句话了。赵母打从刚刚看见检查报告就知道情况不好，这会儿赶忙凑到儿子身边，跟他一起看离婚协议书上的内容。看完以后的想法和赵汉生一样，韩新慧怕不是疯了。
韩新慧如同看傻子一样看着这母子俩。你们买通医院的大夫，病历造假，检查单造假，还开了那么多激素药物给我吃，就是为了让我觉得是我的身体有问题才不能生孩子。赵汉生，但凡你还有点良心，就应该乖乖把离婚协议签了，咱们也算是好聚好散。可你要是想跟我数出个1、2、3来，我不介意奉陪到底，反正你家干的这点事，也够别人说个3天3夜。韩新慧有那么个强势厉害的吗？自己的性子自然也不可能弱了。之前忍气吞声只是因为理亏，等知道理亏的是对方后，任何人都不能再伤害到他。赵汉生眼前发黑，他本以为这件事可以一直瞒下去，这样所有人都知道他赵汉生没有孩子是因为媳妇不能生，而他却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和妻子分开。他到时无论是在公司里还是在朋友之间，都树立了一个好人设。而在家里，韩新慧因为对他心里有愧，更是会百般讨好。可以说他让他往东就往东，让往西就往西。还有他挣来的那些钱，也都主动奉上来给他花，更是对母亲千依百顺。可现在离婚协议上写什么？房子归他，只把首付的90万还给他，家里的存款也全都归他，还有今年春天才换的车都要归他。韩新慧这个女人可真是敢想。赵汉生没想到这一切会被韩新慧发现，可要是不按照他说的做，恐怕他会将这件事捅出去。之前他发小的老婆在第3医院的妇产科，赵汉生是通过这个关系弄到的假病历。第一次看病也是领着韩新慧去的呢，可几次都没什么起色，韩新慧就要去更大更权威的医院。清平市第1医院在全国都很有名，那里的一位妇产科主任是母亲的老朋友，他特意让母亲打过招呼，后来就一直在那看。可现在赵汉生的脸青了又白，白了又红，简直可以用精彩纷呈来形容。他好半天才憋出来一句：“你休想！”韩新慧被气笑了，这样不要脸的人，还给留什么脸面？他之前还想着好聚好散，家里钱他多要一些，也算是给自己这些年受到的伤害一个补偿。可看赵家母子现在的样子，是让他千万不要散了啊！偏偏赵汉生一无所觉，还在细数自己和母亲这些年来对他的照顾。见韩新慧不为所动，这才转而威胁起来：“有本事你就去法院告我，你能告什么？说我病历造假，证据呢？谁知道这不是你之前的病历呢？你现在身体养好了，你重新检查，当然结果就不一样了。而且你告我又能怎么样？什么案子不是拖个3年5年的？我就不信审判结果会那么快出来。你说我害你就害你了，拿不出证据来，你说的就都是屁。”韩新慧看着面前男人扭曲的面庞笑了起来，笑声越来越大。好一会儿，他才停下笑声，将眼角笑出的泪水擦掉。夫妻一场，本来我没打算跟你撕破脸，只想着互相不为难也就好聚好散。可我看你不识抬举，偏偏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我不给你留脸面了。赵母也在一边顺着儿子的话说：“欣欣，你看你这是何必呢？咱们平时相处的跟亲母女似的，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好好说呢？闹成这样，不是让别人家看笑话吗？”韩新慧根本不搭理他，说再多的废话都没有证据来的好使。他又将一份文件扔在桌子上，嘴角勾起个讽刺的弧度。赵汉生下意识低头一看，还没看清写的内容，就看到了清平市公证处那鲜红的大章。韩新慧这女人居然去将检查结果公证了，她脸色顿时黑了。你这样有意思吗？韩新慧根本不搭理她，只自顾自地开口道：“听说你们领导最近很器重你，有意让你更进一步。企事业单位最是注重作风问题，也最是要脸面。你说我要是把你这点破事印成宣传单，站在你们单位门口这么一发，猜猜你们领导会怎么样？”赵汉生瞳孔骤缩，他简直不敢想象那样的后果。我受了这么多委屈，当然不可能就这么轻轻松松放过你。韩新慧语调轻柔，可说出来的话却比刀子还锋利。你们单位不是还有各个抖音号官方号的吗？我可以花点钱，将你的事情送上热搜，
到时候保证在你们单位每一个官方账号下面都出现。哎呀，没准你也能成网红呢。至于丢脸，他是受害者，始作俑者都不怕丢脸呢，他有什么好丢脸的？这么说着，韩新慧已经在想要买多少钱的热搜比较好了。赵汉生后背生寒，要是韩新慧真这么做了，他将面对的是无尽的嘲讽。别说他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的升职要飞了，恐怕他的工作也要没。失去了这份体面的工作，名声再被韩新慧搞臭了，那他就真的什么都不是了。旁边的赵母被韩新慧的话气得直喘，颤抖的手指着他怒喝：“你敢这么干，你试试！我到时候就去你们公司门口闹，让他们都看看你把自己丈夫逼得走投无路，让他们看看你有多恶毒。”韩新慧丝毫不以为意，她冷笑一声：“还有你，到时候你跟谭主任之间的事我也会曝光出来。我看那谭主任也50多的人了，信不信我能把他退休金都做没了？”第24章，对方开启了验证，赵母吓了一跳，一下子收回手不说话了。她也是个紧跟时代潮流的老太太，经常刷短视频看新闻，更是知道一旦因为这样的事情成为网红了，她将面对的是什么。听说那些网友还有专门过去给人家泼大粪的、送花圈的、扔臭鸡蛋的，简直五花八门。她是要脸面的人，一点不想受到网友的特殊关注。赵汉生心中怨愤，可却没有任何办法。他此时有些后悔，要是自己一开始就将情况和韩新慧说明白，两人之间是不是怎么都不能到如今的地步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再次开口的时候就放软了声音：“咱们也算夫妻一场，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再说房子这几年的还款也都是咱俩一起还的，存款也是夫妻共同财产。我妈还在这照顾你，我有权利也应该占更多的一部分。”韩新慧差点被气笑了。那我这些年受到的伤害呢？就这么算了？你以为我是做慈善的？他面无表情地站起身，到厨房给自己煮了袋方便面。这些年他怕吃垃圾食品对身体不好，快餐是一点都不敢碰的，每天都琢磨怎么养生。可他早就馋死方便面的味道了。反正他的条件已经摆在赵汉生面前，他要是同意就乖乖签字，然后两人分割财产，办理离婚手续。他要是不同意，韩新慧不介意多费点事让他同意，要么给钱，要么丢工作。骗他这么多年，哪能轻轻算了？见韩新慧油盐不进，赵母急得团团转。赵汉生几次过来找韩新慧谈谈，他都假装听不见，没有一点回应，用强硬的态度表明没有第三条路。赵汉生一想到自己可能要面对的后果，还有韩新慧这半点情面都不留的样子，心里的暴虐怎么都压不住。他伸手将桌上刚拿出的碗碟扫到地上，赤红的眼睛看向韩新慧。韩新慧心中一跳，随后不动声色地开口：“怎么着，还想打我？我告诉你，我大表哥带着人就在楼下等着呢，我不介意让他们上来教教你怎么做人。”听到大表哥3个字，赵汉生倏然惊醒。韩母那边兄弟姐妹5个人，到他这一辈时候，即使已经计划生育了，一家一个也有5个呢，而且家家都是儿子，个个人高马大。每次赵汉生看见他们，都从心里发怵。他用力抓了抓头发，对着韩新慧狼狈求饶：“咱们好好过日子不行吗？我知道错了，肯定会改的。以后家里全都你说了算，你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，绝对没有二话，行不行？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弥补你。别废话，离婚！”无论赵汉生说什么，韩新慧都是离婚2个字，态度十分坚决。赵家母子自知做的事没法见人，到最后只能无奈地同意了。韩新慧来找魏眠时，他刚好下课，两人在上次的咖啡店见了面。相较于之前的颓废，现在的韩新慧虽然说不上神采奕奕，却也仿佛卸下厚重包袱般轻松了不少。恭喜你！一句话说的韩新慧热泪盈眶。大师，多亏您的指点，不然我这辈子都不知道自己被蒙在鼓里，只会给他们老赵家当牛做马。魏眠摇摇头，不会当一辈子，
你迟早会感觉出来，我只是让这个时间提前了几年。提前了几年，韩新慧身体受到的伤害也能小一些。今天我是特意来谢谢您的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您别嫌少。韩新慧和丈夫办完了离婚手续，现在房子归了她，婆家首付的那些她都还回去了。当然，那辆车她也算在了补给她的钱里面，还是按照原价算的。所以现在她手里剩下的并不多，每个月还要承担全部房贷。魏绵看着韩新慧的脸，这时候她的面相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她在2年后会遇见第2任丈夫，也会有属于自己的儿女，以后平安顺遂地过完一辈子。魏绵并未拒绝韩新慧的红包，十分坦然地收下了。如果她没有介入，韩新慧和她老公也是会离婚的，只是这就要好几年以后了。而且离婚的原因并不是韩新慧发现真相，而是她实在内疚，不能给赵家留下一儿半女，对赵汉生在外面找女人的事情也就默许了。她当时已经有些魔障了，就希望能有个人能为赵家诞下孩子，哪怕抱回来让他养都是可以的。赵汉生没有生育能力这件事，也是她到了38岁二嫁意外怀孕后才想到的。只是那时候她的身体被激素类药物催得肥胖无比，找的男人自然也不怎么样。魏绵和韩新慧在咖啡厅门口分开，她刚骑上小电驴，还没等启动了，电话就响了。来电是个陌生的号码，归属地显示是绅士。喂，大师，请您帮帮我。电话是胡小芳打来的，她刚说了没几句，魏绵就想起这人是谁了。他刚开始在公园摆摊，这人的母亲是第一个过来算卦的人。当时魏绵就告诉他了，胡小芳正在和一个比自己小9岁的男人谈恋爱，因为有被骗财的风险，他当时还劝了几句。当天胡小芳加了魏绵微信，转来1000块后将魏绵删掉。那也是魏绵第一次知道微信还能删人。看当时胡小芳的态度，他就知道这人并不信任自己，多说无益。现在却将电话打过来了。魏绵想了下，报出一串生辰八字，然后问道：“是你的吧？”他说着顺便掐算了一番，看到自己的掐算结果不由叹息。另一边的胡小芳一愣，显然没想到都1个多月了，魏绵还能记得他的生辰八字。我当时就已经和你说了，会被骗财，但你显然没听进去。胡小芳仰起头，泪水从面颊上划过。魏绵并没出言奚落，他下午还有一节大课呢，快来不及了。你把那男人的照片和生辰八字发来，我有时间帮你算算。说完，魏绵就挂断了电话，手腕一拧，小电驴飞窜出去。胡小芳没想到这样的情况下，大师还愿意帮他，正要说些感谢的话，就见电话被挂断了。自从他升职到管理层以后，除了老板，还没人敢这样先他一步挂断。不过知道魏绵是有真本事的人，他并不敢多言。胡小芳认命地拿起手机重新添加大师的微信，却发现对方开启了验证。胡小芳，他记得之前大师的微信1加就能加上了，现在怎么还验证上了？胡小芳只觉得心头愈加憋闷。魏绵在课堂上并不摸鱼，他知道自己的学习成绩不好，所以每节课都听得分外认真。直到2个小时后，胡小芳的微信验证才被通过。